主办单位一直强调这个玉米粉是可食用的，却没有强调它的燃火性，这些举动都会让火苗越来越大。欢迎来到爱 day， 我是喜娜，我是台湾妞。今天我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很沉重的案件，台湾的案件八仙的粉尘案。首先呢，要跟大家说明一下，我查到还是有非常多的新闻报道会用尘爆案来述说这个案子。根据中研院的说辞，尘爆这件事情呢，它是在密闭的空间内，气体突然大量的爆炸。这次的案件呢，它是属于燃烧案件，所以其实正确的名字应该是尘燃案件。八仙的这个活动呢，起源于一场彩色派对嘛。发想呢是印度的荷丽姐呢，大家就是会在脸上、身体上涂大量的彩粉，在街上狂欢啊，所以这次的彩色派对是这样子来的。当时这个彩色派对大力的广告说是全亚洲最大的彩色派对，然后刚好那几年又非常流行这样的缤纷颜色的彩粉的活动。那时候我记得很多地方到处都有这个活动，弄了粉彩了以后去路跑，有，等一下会讲。事件呢是发生在2015年的6月27号。刚好就是台湾的毕业季嘛，所以这个活动非常多的学生参加，毕业之后来玩啊等等，或者是放暑假啊等等的。主办单位呢是瑞博国际行销公司，这个名义去跟八仙乐园租借场地，当时是用90万元的金额去跟八仙租借。承办单位呢是这个玩色公司，它的负责人呢是吕中吉，新闻画面很多出来的都是这个吕中吉他出来跟大家道歉。当时呢这个活动它门票其实蛮贵，门票是1000块到1500块不等，主办单位评估大概会有4000人参加这个活动。这个门票呢包含了白天是在旁边水上乐园玩，然后晚上就是彩色派对里面听演唱会啊，大家在那边跳舞啊，是一整个套票的活动。非常多的学子大家看到这个活动就很心动，想要可以跟朋友玩一整天，而且蛮划算的因为我记得八仙的门票也不便宜。以学生来说，那个价格算是比较偏高啦。彩色派对的特色到底是什么呢？负责人吕中吉购买了4公吨的大量的彩粉，在这个 party 里面大家尽情的互丢彩粉，是这个活动主要的特色。并且呢，那个彩粉其实是玉米粉，主办单位一直强调这个玉米粉是可食用的，但是呢却没有强调它的燃火性。其实这个玉米粉它是有危险性的，可是却没有人强调，没有人去提醒。粉尘爆炸的在很多面粉工厂都是作业上面要注意的危险事项，因为分子变得很小，然后接触面积很广，所以只要一点点的火苗可能就会迅速的。可是我觉得在八仙粉尘这件事情之前，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啊。其实面粉它也是有危险性的啊，对啊。那这个舞台是设定在哪里呢？设定在八仙乐园最里面非常大的一个游泳池，里面的水全部抽干之后，造成一个半密闭空间，前方放了舞台，会有人在表演，民众就可以在这个游泳池的正中央跳舞啊，听音乐。在舞台的下方左右侧都有很多的喷嘴，会随时的喷这个玉米粉，也会用人工的方式狂撒。听起来主办单位本身可能并不知道，他们不知道尘爆这样子的，对，他们不知道这个会有危险性。实际上发生意外的时间点呢是在晚上的8点32分，当时有一个工读生卢建佑收到上级长官的指令说呢，要把最后的玉米粉喷掉，我们活动快要结束了，把剩下的材料都喷完，让大家嗨到最高点。所以呢他就用2氧化碳的气瓶朝向人群狂喷玉米粉。他一开始呢其实是站着喷的，不小心滑倒，赶快坐起来，然后要继续喷。喷的时候舞台下面有一个很大的风扇，非常近，所以他喷下去的时候玉米粉就被风扇卷进去，然后因为风扇都非常的热嘛，又包含那个热气，突然的咻的发生了火苗。所以他如果没有滑倒可能不会发生这件事情，站着喷的话可能就不会发生这件事情了。对，发生火苗的当下呢，不管是面粉也好，玉米粉也好，非常的小嘛，所以那个火苗其实本来在几秒就会没了，像火花一样。对，但是呢，因为有一点点火苗出现了，现场工读生就很紧张，就拿2氧化碳气瓶开始狂喷嘛，想要灭火。狂喷之后呢，空气整个又开始流动，所以那个火苗再加上大家身上全部都是玉米粉，把很多助燃点全部又开始挥散了起来，就是把小火苗都吹到更远的地方。对，才会造成这次意外的开始。
火苗开始喷散之后呢，大家就很紧张嘛，然后看到有火苗，第一个时间就是跑，对，或者是拿衣服赶快让它灭火，对不对？对，这些举动都会让火苗越来越大，身上已经都是玉米粉了，空气又开始流动，变成让其他没有烧起来的玉米粉也都有烧起来，又开始烧起来了。这次的这个意外呢，造成了烧烫伤499人，死亡是15人，受伤是484人，算是一个非常大的意外，然后又都是年轻的学子。其实后面的学者有在说呢，这次的成人案件会这么严重的原因是因为大家快速的跑步才会燃起后面这么多的烧烫伤。可是这太难了。对，所以专家有说呢，这个活动一开始就没有跟大家讲清楚会发生这样的事件。对，这个案件也告诉我们说，真正发生火灾或真正发生这种意外的时候，就是我们人们要该怎么应变，因为其实大部分人都不知道是不能跑的啊。对啊，对，其实是不能动的。不是啊，而且你慌乱之下第一个反应一定就是跑，灭火啊，而且就是跑。对，而且在当下有一些人他是突然的整个身上就开始起火嘛，就会有人想要去救他嘛，可是呢殊不知他去救他的这个动作又助燃了所有的空气的流动。还有一个问题点是活动没有强调要禁烟哦。访问受害者的时候有说现场超多人在抽烟，而且地上都有烟蒂。这也是蛮大的问题我觉得。可我觉得应该完完全全就是大家都不知道粉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是会烧起来的。真的。加上呢，因为他们白天去玩了水，非常多人是穿泳衣的，再加上身上都是那些彩粉，才会造成这么大身上都是烧伤。现场那时候其实有很多去救的都说皮直接掉下来。这个意外发生之后一定非常多人报警嘛，当下呢救护车要紧急来救难嘛，可是呢因为舞台处是在八仙乐园的最里面，再加上八仙乐园它是一个水上乐园嘛，非常多的这些水上设施，里面车子是进不去的，所有的救护车都挤在大门口。然后当下因为很多学生因为跟家长回报嘛，所以所有的家长也都要来找人，全部混乱在大门口，救难队要进去救人，全部都是用徒步的方式来救这些患者，这也是这次会这么严重的原因。有很多人在当下是没有办法得到救护的。有那时候看新闻报道其实都有提到很多都是患者自救的状态。对啊，大家都说呢地上非常多的烧焦的味道，然后地上都是皮。这个舞台旁边有一个非常著名的飘飘河，身上已经烧烫伤，所以就会赶快进到那个飘飘河里面降温嘛。飘飘河上面就是已经是血水啊什么的，我真的是很不想讲。对，就是血水，然后皮都浮在河上面。现场的人都说就是一个人间炼狱。但也许有飘飘河才导致于有些人可以至少有水啊。对，可能最近连水都没有的话，而且那时候好像很多人就是会拿浴巾毛巾去飘飘河里面把它弄湿，然后盖在那受伤的人身上，对，减轻疼痛。非常多参加活动的学生一点点轻伤而已，所以他们全部都出来救人，赶快去附近的便利商店拿水啊拿毛巾啊等等的，看到还蛮让人感动的一个小 episode。 医生说呢他当下到现场的时候也是一片混乱嘛，医生会启动救难的 priority 嘛，谁要先送救护车谁要后送。当下因为大家烧烫伤这一定都非常痛，如果家长在旁边的一定会说赶快先救他，赶快先救我。医生有说一个点我觉得还蛮让我讶异的是，会哀叫的都会比较后送，真正已经快要死掉的状况之下他是没有知觉的，是不会痛的，因为他的组织已经都坏死了。医生有说他当下其实碰到还蛮多是一大群可能是在那边哀叫说好痛好痛的，然后有的是完全没有声音，然后医生就跑过去说你还好吗？他说我不会痛啊，摸他的脉搏他是已经快要死掉的状况了。我看了实在是觉得好难过，还蛮混乱，就是这个快死掉他一定要赶快送救护车嘛，但是另外一边哀嚎的家长就会觉得说我小朋友痛成这样你为什么不救他？当下其实还蛮两难的，就是有很多状况是现场没有办法及时对应的，而且那个人都说他不会痛了，你为什么先救他？对，就是有家长会这样说他不痛啊，你不要救他，先救我小孩吧。又不能当病患说他要挂。对啊，真的是看了很难过。我的天哪，原来人濒死之前会这样子，好震撼哦。对啊，刚刚你有问到工读生他到底有没有刑罚的责任，他当时是念电子工程大学1年级，所以呢其实有起诉他是有修过化学课的，照理来说应该会有这样的知识，而不会在火苗产生的时候还用二氧化碳喷洒人群。后来是被法官驳回的，认为他无罪啦，因为也不一定你修了就会有这样的知识啊。对啊，大学真正在上课的人有多少？ Yep。而且那时候其实真的是全世界都办相关的活动。对啊，没错没错。那这个活动负责人吕中吉呢，刑事责任被判处5年的有期徒刑，这是后来最终的判决。
台湾呢，其实在八仙的彩色活动之前呢，就是妞刚刚有提到像路跑活动啊，在2013年在高雄西子湾举办了第一场的彩色派对，同年台北台中场也有这个 Color Run 彩色路跑，在2014年的台中围城之战也有彩色派对，最后就是2015年的八仙乐园彩色派对发生了意外，所以后来禁止使用彩粉。我也是因为这个案子的关系才去查了，我其实完全不知道为什么细小的粉会烧起来，然后跟它燃点很低，跟它是一个连环爆炸的状况，它是在所有的面粉工厂都会的一个警语。这个案子我自己觉得是它就是一个悲剧，希望大家真的可以从中去学到一些危险的状况，你可能就是要靠自己平常增加奇怪的知识去保护自己，因为其实他们的状况跟其他的路跑状况不一样，是他们会堆在粉里面，因为它是一个游泳池的状态，所以他们等于是泡在粉里面的状态，跟他们会人与人之间近距离的就是粉跟粉之间的接触这样子。可是像其他路跑的这些活动呢，它是身上沾了粉以后是远距离大范围空旷场合奔跑的状态，它真的是集合了非常多很危险的元素，可是我真的也是在这个案件之后才知道说所有的东西包含现场很多的电器设备没有禁烟，他们是泡在粉里面，跟它是一个矮墙，他们是游泳池，那个会导致于空气的流动非常的窄，完全的责任就是在主办方，因为其实就是主办方他把这一切所有的危险元素都放在一起，然后也没有特别的措施，就是他没有这方面相关的知识，也不能说他是故意的，因为如果他有这知识，我相信他也不会这样弄啦。对，但是其实这个活动后来负责人被骂得蛮惨，然后还有就是在新闻画面有下跪什么什么吧之类的，但是对于家属一定没有办法接受我的小孩开开心心的出去玩，然后被烧烫伤，然后伤亡的伤亡。我那时候还看到很多留言检讨被害者，就跟梨泰院事件一样啊，就说你们自己爱出去玩啊什么的。看了非常多的新闻画面跟后续被害者的访问记录，包含有一些烧烫伤非常严重的，过了几年之后他们的生活，他当下的一些回忆啊等等，我觉得看完是蛮沉重的因为真的就是年轻的学生们然后遭受到这样子的意外。看完有一个蛮感动的点，现场救护人员说呢，这次活动主要参加人士都是学生嘛，大家其实没有太大的踩踏意外，非常礼貌的在等待救援，然后再加上呢附近的所有的救护人员，有的下班的是在赶回到工作岗位上去救援，当下是出动了100多辆救护车，然后大量的人力去到各地的医院。访问很多医护人员说，看到这些学子们他们烧烫伤痛苦不堪的样子，他们觉得看了很不舍，然后一方面又觉得说大家医护人员都有出来帮忙，也蛮感人的。最后想要补充一个，如果大家发生这样子的尘燃事件到底该怎么办？在原地不要动，因为这个火苗很快几秒之后就会消失了，所以就是不要动，然后捂住你的口鼻，这个是最重要的原则。这次会发生这么大严重意外，就是大家狂跑嘛。另外呢，如果你不是尘燃，你是一般着火的话，你也是不要动但是呢你可以在地上打滚，可是你不要跑，因为跑也会促进空气流动。身体着火的话呢，就是在地上打滚，这个是比较重要的自救的方式。以上呢就是跟大家分享这个我觉得我讲的有一点差，因为资料实在是太大，然后这个案件真的是让我觉得蛮沉重的一个案件，然后希望大家可以体谅。这个案件其实真的还是历历在目对啊，说真的对于那些被害者的家属或者是被害者本人，如果你们在这件案件受到的伤害，希望你们现在也过得安好然后希望可以好好的重新去拥抱你们的人生。那以上呢就是我们这次为大家准备的八仙尘燃案那如果喜欢我们的分享的话，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还有对开启小铃铛。我是台湾妞，我是喜娜，拜拜拜拜。二氧化碳严重的原因就像我刚刚讲的，其实你在当下你应该不要动，你不要去就是重新好，你在火苗当下呢其实开始扩散对不起好重新